不管多难养的花，只要往盆里撒一把它，不出几天，我们的花盆爆满，真的是长见识了。这个方法养殖花太棒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不仅追求了物质的生活富足，对精神的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。用绿植来养花还是非常不错的家居生活，成为了很多人爱的一种。朋友们会发现，绿植养了一段时间，叶子经常会出现了黄斑、干尖的问题，特别是天气热，土壤里的水分过高，会出现了烂根的情况。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朋友们都会去附近的花店买一些养花的植物来，对不对？其实那样呢，不仅浪费钱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今天分享的几个方法特别的实用，一招就能够搞定我们的养花烦恼。第一个方法，大米法。大米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食物，大米的残渣也是非常常见的，对不对？大米饭不宜存放的时间长，因为经常会出现吃不完的情况。这个时候我们利用起来，大米的营养成分比较高，其中包含了钾、硒元素，对于植物的生长有帮助。但是大米本身是酸性的，所以用于施肥需要一定的技巧。把大米保留下来，在没有长霉的大米浸泡，将水分完全吸收，再静置，这样静置了1个星期，就能够得到了发酵的大米水。这个水不仅能够改善土壤酸碱性，也能够帮助我们的植物吸收了营养，可以放到我们的花盆中浇花就好了。这个方法特别的棒的，我们平时都会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浇花。2. 阿司匹林泡腾片。阿司匹林是一种比较有名的清热的通药，它除了能够治疗人类的风湿外，还能够帮助植物带来帮助。阿司匹林含有一种叫做水杨酸的物质，这种物质是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之一。同时，阿司匹林是重要的元素生长，水杨酸可以促进植物的根系生长，刺激植物绿叶的发展。所以想让自己养的花更加的长一些，更加的茂盛，选择多给的植物浇一些阿司匹林泡腾片之后的生长水。自制的这样肥料水用法特别的方便的，直接要把我们的阿司匹林片泡到我们的水中，泡大约20分钟，泡好之后我们直接浇花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比较好的，因为稀释过了，能够让我们的植物生长的比较茂盛，避免了浪费呢。不小心泡多了也没有关系，倒到喷壶里面，稀释好之后直接喷洒到我们的叶子上面。这个方法同样能够养我们的花，养我们的绿植，也是很棒的。3. 小苏打。小苏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白色粉末，而是一个养花的能手。小苏打能够抑制真菌的繁殖，也能够治疗病虫的害处，比方说白粉末、真菌性病，能够用小苏打治一治。红蜘蛛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小苏打喷洒到我们的病害位置，破坏了害虫的体质的酸碱平衡，抑制了繁殖的生长，起到一个杀虫的作用。再把小苏打粉末放到了土壤中，可以驱赶我们的蚂蚁还有蜗牛，以防止对根系的啃食。如果家里的盆栽小番茄甜度不够，也可以来点小苏打稀释，浇到花盆里，综合酸碱性，起到一定的增加甜度的作用，植物的生长旺盛。小苏打粉末就这个样子撒到上面就可以啦，能够补充花熟的营养。4. 鸡蛋壳。平时我们的鸡蛋壳都是丢掉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鸡蛋壳可以给我们的花草提供了营养，因为鸡蛋壳中含有丰富的钙物质。把它清洗干净之后，到容器里面碾碎，放到袋子里也可以碾碎，就够放到我们的植物里。碾碎的鸡蛋壳能够分解成植物所需要的养分，它能够吸收了养分，从而长得更好。大家放鸡蛋壳的时候可以放在根部，因为鸡蛋壳不会腐蚀到根部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的，可以放心的使用鸡蛋壳。5. 酵母粉。平时的蒸包子、蒸馒头都会用到酵母粉给酵母发酵，
这酵母粉一般情况下用完之后放到一旁了，它就会失去了活性，发面的时候发不起来，只能丢掉。但这样用过的酵母粉可以放到花丛里，或者是用水稀释浇花。酵母粉中含有的很多的氨基酸以及我们的磷钾，用它来兑水浇花，可以使绿植吸收了营养，同时让我们土壤轻松的透过不结板，这样能够让它的根系更加的旺盛，这样它的绿植呢长得比较旺盛的。这里需要提醒，每次给土壤施肥的时候，我们的酵母粉不能太多，大约1克就可以。如果比较多的话呢，会失效的。我们每周放到1次的浇花就可以，也不能太勤。6. 大蒜皮。大蒜则是其他家庭中必备的产品，因为大蒜的味道比较浓郁，但是我家呢不爱吃大蒜，所以呢家里面不备大蒜。但是其他家庭呢比较爱吃大蒜的朋友们，家里面都会有大蒜的，对不对？大蒜经常吃调味品还是不错的，营养价值比较高。但是大蒜皮呢也是有营养的，大蒜皮能够浇花，可以把大蒜皮放到植物当中，可以给我们的植物经常的滋生一些营养。大蒜皮放过之后，再来一点水，这样的蒜皮水浇花浇植物，大蒜的气味能够驱虫。浸泡了我们大蒜皮水，撒入土壤中，也可以杜绝我们的虫子啃食我们的树枝。像这个样子，经常的浇花，我们浇花嘛，浇出来的花特别的茁壮成长，颜色比较好看，非常不错的哟。浇花养花3分在于肥，7分在于水，水也是让植物茁壮成长的关键点。平时家里的自来水会含有氯，所以用之前要给它放到一个干净的桶中、脸盆中，放到太阳下暴晒2天，再拿来浇花，这是重点。生活中有一些简单的方法，比方说我们给家里的鱼换水，从鱼缸里排出来水，虽然看着有些脏，但它里面很多的营养成分，有一些鱼便，这些东西对于花卉来说都是有营养的。用鱼缸的水浇花一举两得。另外就是家里的空调产生的冷凝水，这样冷凝水属于中性，不仅不酸，用来浇花特别的适合，可以让花卉绿植茁壮成长，不会造成了土板结块。平时听到的用牛奶浇花、用啤酒浇花、用淘米水浇花，其实呢也是不错的。这样东西呢直接浇花也很好，可以让土壤不变得那么的硬。正确做法都是需要发酵的，不管啤酒、大米水都需要发酵之后再去使用，这样用起来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哟。很多花卉绿植因为不通风造成的问题，通风呢分为2点，第一是上面的叶子通风，绿植需要通风的；第二就是花盆让它通风。很多人买的花盆下面没有漏水孔，它的根系就会闷在里面，这样的话花卉绿植就长得不是很旺，所以就不是很好的。要通风的，买花盆的时候要选择陶艺的花盆，透气比较好的花盆，这样养好的绿植更加的漂亮，更加的旺盛。以上几个养花的小知识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特别的简单方便的，朋友们养殖的话可以试这几个养殖绿植的方法，都不错哟。如果你有其他养殖绿植的方法，欢迎下方留言评论一起讨论。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